左边这个是挖好的菜地，右边是休息的空地。这个入口好窄啊，60挖机勉勉强强才能进得来。今天这个活就干得很有意思啊。我扎苞米的土啊，僵尸苞米土，不与铁的土啊，去选。这一块空地上面填的全是拆房子的砖。东家精神就是在这个位置挖一个大坑，帮这些砖渣子全部填到坑里面去，然后帮坑里面的土就放到这一块位置，给它整平做菜园子。所以今天这个事不是特别的难，但是特别的麻烦。上次东家叫我过来看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过，用挖机这个工资去买菜的话，可以吃好几年的。但是这个东家的儿子他说多花点钱无所谓，重要的是搞个菜地方便一点。东家都这么说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是吧？他有钱给，我有活干。我在干活之前就已经帮这个步骤想清楚了。首先帮这个砖渣子全部翻过来，堆在这里，然后再把挖坑的位置的土全部扔到这里，已经清理空了砖渣子的地方。等把土取够了，再把这个砖渣子挖到坑里面去，然后再把砖渣子和土一块整平就可以了。先从最边上开始紧砖渣子，这个难度不大，但是特别的耗时间。只要帮上面的砖渣子剪掉就可以了，下面的土就不用碰它了。这个活用我60挖机来干，确实是耗时间啊。这要是叫一台200的机子来干，2个小时全部搞定。奈何这条路进不来呀，只能让我慢慢干了。这个砖渣子挖掉之后，发现下面是一层混凝土。原来这个是以前的房屋宅基地，旁边这里有一棵枇杷树，东家要挖着给它栽。好，我刚刚看东家在用锄头在这里挖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来给他帮一下忙吧。但凡只要是我挖机能干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东家去动一根手指头。我负责干活，你负责给钱就可以了，其他的都不用你干。清理这个砖渣子，我是分为2步走的。第一步是把上面的砖渣子全部扔到一堆去，然后现在我开始第2步，就是把这里面的地基、混凝土什么的给它挖掉。虽然说它这个地基挖不挖的话，可能没什么影响，因为我会在这上面铺一层很厚的土，但是我还是给它挖掉吧。既然都来干活了，那我就给它好好干。这几十年前修的老房子，用的全是真材实料啊。然后挖机再开到堆放砖渣子这块空地上面，来给这块菜地里面清理到一块砖头都找不到。这边这块菜地位置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，现在开始到这里挖土过去。这个土质是真的好，特别的松散，而且特别的肥。这个土很适合用来种菜。但是这个肥土太少了，我把下面的黄土也全部挖上来了。因为挖这个坑起到2个作用，第一个是取土，第二一个是用来填放这个砖渣。这个填土的距离太远了，挖机一次性扔不过去，需要扔2次。现在我把这个挖坑的土扔一点过去，继续挖坑甩土。今天这个活很简单，很适合学徒来干，用于练习挖机的协调性。继续开始第2次甩土工作。靠近别人围墙的这一块土比较高，不是宅基地，我现在给它挖松一下。
因为我看挖出来土挺多的，我估计待会这个上面也可能也要放一层土，所以我先给它挖松了。待会放了一层松土之后，再挖就比较麻烦了。我挖的这个坑不知道够不够埋放这一堆砖渣子的。挖的时候还要注意一点，旁边是围墙，距离围墙的话要隔个1米左右的位置，隔太近了围墙容易塌。今天我也来试一下，把这个挖机当作推土机来开。我看这个效率比我直接甩土要快还是慢？这个挖机的推土板还是有点用处的，我感觉这个速度挺快的呀，挺好用的。这是怎么了？我挖断了自来水管了吗？刚刚吃个午饭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帮这个土堆了一下，帮这个水全部挡在前面那边，因为水流过来和这个干土一旦混合了，就不那么好干了。这个堆放砖渣子的坑已经全部挖好了，所以现在这个土的数量已经是固定了的。所以我现在甩土的时候，要基本上帮各个地方都给它甩的土差不多平整。我待会只要稍微扫平一下就可以了，要快很多。如果现在甩土的话，甩的一边高一边低，待会又要浪费时间整平。现在可以把这个砖渣子全部提到这个坑里面去了。今天这个活真的是好简单啊！这个活如果不叫个学徒来练手的话，真的浪费了。我在挖这个砖渣子倒到这个坑里面去的时候，我这个挖斗是不太高的，都是贴在地上这样擦过去的，所以我在挖的同时，斗又可以擦下去一点。刚刚在砖渣那里搞了一条路，让挖机开过来，先把这些大块的扔到这个坑的底部，其他的细砖渣子我都可以给它填在上面，给它填平。现在挖机整的这块位置，它是不种菜的，它是叫挖机给它整平，作为休闲场地。不知不觉天都黑了，但是即使天黑了，我也得给它干完。最近这个挖机的活太多了，实在是忙不过来了，只能加班加点的干。现在晚上，在这种光线视觉条件不好的情况下，挖机剪平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。昨天晚上因为视觉效果太差了，所以就不拍了。今天过来开挖机，发现这个菜地整得有一点不平整，我再给它来稍微的整一下。昨天一天总共是干了10个小时，1500块钱。这个空地中间这里还有一根钢筋，在外面用挖机给它挖掉。昨天晚上实在是视觉效果不好，没有看到。这个就是全部搞好之后的样子。左边这个是菜地，菜地是中间高周围低，然后周围有一圈的这个水沟。我挖的这个菜地它什么都不用准备，直接种菜就可以了。右边这是一个空余休闲的场地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给我点个关注吧，谢谢。